这些夜晚，二呆一直生活在乱葬岗。现在的蛐蛐儿和以前真是不一样了，个个都狠，个个都凶，叫出来的声音全部透出一股杀气。二呆就是弄不明白，现在的蛐蛐儿怎么就有那么毒的怨仇，那么急于撕咬，那么急于刺刀见红。可是个个都狠，其实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想要良中取优，优中拔尖儿，反而更不容易了。二呆蹲在坟墓与坟墓之间，极其仔细地用心谛听。二呆不敢轻举妄动，更不敢轻易打开手电。你一有动静，那些蛐蛐儿立即就会闭嘴。人即使死了，变成了蛐蛐儿，亡灵惧怕的其实还是活人。活人与亡灵之间依旧存在一种捕捉与防范的关系，否则蛐蛐儿不会那么躲避活人，蛐蛐儿对活人的风吹草动不会那样的分外警觉。想想看，蛐蛐儿的脑袋上长了2根触须，而屁股上同样长了2根触须，4根触须其实就是4个雷达，对前后左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人们对自己的死后有一种深切的忧虑。人在变成蛐蛐儿的刹那，始终不忘告诫自己，提高警惕，保卫自己。在众多的蛐蛐儿声中，有一个声音引起了二呆的高度注意。和大部分凶猛的蛐蛐儿一样，这个蛐蛐儿难得叫一声，但是它的声音嘶哑、苍凉、压抑，有一种金属感。二呆的2只耳朵当即就竖起来了。二呆慢慢地靠近过去，而刚一出脚，蛐蛐儿立即停止了振翅。二呆站在原处，足足等了2顿饭的功夫。后来那只蛐蛐儿又叫了一声，二呆还没有来得及挪窝，蛐蛐的叫声突然戛然而止了。二呆决定等，为了这只蛐蛐儿，二呆可以等到天亮。然而二呆的等待没有能够继续，他在浓黑的夜色之中看到一块更黑的影子移向了自己。二呆不知道那是谁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那是另一个逮蛐蛐儿的人。二呆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又发现了一只上好的蛐蛐儿，二呆决定撤。二呆记住了这个墓。二呆吃惊地发现，这个墓居然是学校里敲钟的小老头的。敲钟的小老头1958年冬天就来到村里了，来的时候就一个人，说起来也10来年了。小老头精瘦精瘦的，一年4季有3个季节穿着中山装，中山装笔挺，没有一处马虎，没有一处褶皱。而小老头的走路就更加特别了，他的步子迈得严肃而认真，每一步都像他的头发那样一丝不苟。听人说，小老头是城里的，见过大世面。至于小老头为什么要到乡下来，那就复杂的要了命，没人知道。但是有人听学校的校长说，小老头的嘴里长了5根舌头，一根说上海话，一根说高音喇叭里的普通话，一根说英格里西，也就是英语，剩下来的2根舌头，一根说法格里西，一根说日格里西。村子里的人一直想弄清5根舌头是怎么长的，就是弄不清楚，因为小老头从来不开口，从来不说话。其实村子里的人并不在乎小老头的舌头到底会说什么，人们感兴趣的是小老头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和女人亲嘴的。女人们可是讨了大便宜了，
你想想，5根舌头搅来搅去，还不把女人快活疯了？不过神话很快就破灭了。那一年的春节前后，小老头从城里收到了一摞子信，还有一瓶酒。小老头先是看完了信，后是喝了酒。酒后的小老头连着冷笑了好几声，居然把所有的斯文都丢在了一边，张大了嘴巴嚎哭了起来。村子里的人奔走相告，人们说小老头开口了，小老头开口了。一个村子的人都围在了小老头的四周，人们看见小老头的皱脸红得像一个灯笼辣椒，一脸的酒，一脸的泪。小老头伤心至极，旁若无人，闭着眼睛，把嘴里的舌牙以及心中的痛全部露在了全村的百姓面前。人们失望地发现，小老头只有1根舌头，这就没有意思了。人们离开了小老头，把小老头一个人留在冬天的风里。小老头在学校里敲钟，平心而论，小老头的钟敲得不错。学校里的老师们说，他的钟声分秒不差。要知道，村子里的人们过去都是依靠高音喇叭里的最后一响来判定时间的。但是那是北京时间，你说说看，村里人要知道北京的时间做什么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现在小老头的钟声终于使村里人有了自己的时间了。小老头就是村子里的一只钟，他幽灵一样的双腿就是闹钟上的时针与分针。寂寞是小老头自己的，只要他别停下来。基于此，人们原谅了小老头嘴里唯一的1根舌头。小老头死在今年的夏天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然而，小老头死于哪一天，怎么死的，至今还是个谜。小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谜，死的神秘一点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有些人的一生天生就神神叨叨，他们就那个命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像树梢上的风。暑假来临之后，学校里头就空荡了，整个校园只剩下铺天盖地的阳光和铺天盖地的知了声，与之相伴的是小老头幽灵一样的身影。然而老槐树上的钟声每天照样响起，校长的老婆关照过的，他们家的闹钟坏了，不管学校里有没有学生，钟还是天天敲，是公鸡你就得打鸣。就在8月中旬，离开学不远的日子，学校墙外面的几户人家闻到了肉类的腐臭气味，气味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凶。江家的瞎老太太赌气地说：“怎么这么臭？小老头烂在床上了吧？”这一说，把所有人的眼睛都说亮了。人们想起来了，老槐树上的钟声的确有4、5天不响了。他们翻过围墙，一脚踹开小老头的房门，嗡的一下，黑压压的苍蝇腾空而起，像旋转着身躯的龙卷风。密密麻麻的红头苍蝇们夺门而出的时候，成千上万颗红色的脑袋撞上了8月的阳光。眨眼间，小老头的房门口血光如注，苍蝇在飞舞，而小老头躺在床上，蛆在他的鼻孔、眼眶、耳朵上面进进出出，他们肥硕的身躯油亮油亮的。因为笨拙和慵懒，他们的蠕动越发显得争先恐后与激情澎湃。蛆的大军在小老头的腹部汹涌，他们以群体作战这种战无不胜的方式回报了死神的召唤。
他们在侦查、深挖，你拱着我，我挤着你。他们在死神的召唤之下，怀着一种强烈的信念，上下折腾，欢欣鼓舞。而小老头的尸体是那样的孤寂。孤寂的死亡是可耻的，因为这种死亡时常会构成别人的噩梦。然而，孤寂的亡灵有可能成为最凶恶的蛐蛐儿。深冤在我，有冤必报。一生的怨恨，最终变成的只能是锋利的牙。